妹妹说自己觉醒了千金系统，坚信自己是流落民间的豪门千金。爸妈强忍委屈带我们做亲子鉴定，得到的却是她歇斯底里的大吼：是你们花钱团购了医院，你们篡改了数据！最后，她跟着一个自称是她富豪亲爹的陌生男人，头也不回地离家出走。我们也彻底心死，搬了家，换掉了所有联系方式。可就在2个月后，我却收到了一条匿名短信：姐，我觉醒了真千金系统，我是顶级豪门的女儿，当年在医院被报错了。我正窝在沙发里看电视，听了他说的话，差点被一口酸奶呛到。我们家是中产家庭，虽然比不上豪门，生活条件却也能算上优渥。我和妹妹从小到大也没受过什么苦。此刻她口中吐出的每一个字，都像是从什么网络小说里直接复制粘贴出来的。之夏，你又在看什么小说？我没有开玩笑。系统告诉我了，我真正的家人正在找我，他们非常有钱，而你的亲妹妹就在他家享福呢。我的笑容僵在了脸上，她不像是在开玩笑，那种笃定让我也升起一丝不确定。怎么会？这种事也太离奇了。整个下午，之夏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拿着手机不停地搜索着什么。晚饭时，气氛有些微妙，爸妈也察觉到了之夏的异常，关切地给她夹菜，问她是不是在学校遇到了什么不开心。之夏扒拉着米饭不说话，闷闷不乐。饭后，我找了个机会，单独找了爸妈去书房聊天。我没敢直接说之夏觉醒系统的疯话，旁敲侧击地找了个话题：爸妈，你们说这世界上真有那么多抱错孩子的事儿吗？我和妹妹有没有可能是抱错的？我爸闻言抬头笑道：电视剧看多了吧，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当年生你和之夏的时候，你妈住的可是单人病房，护士给孩子戴的手环脚环，我们反复确认过，怎么可能错？就是我和你爸看着你们俩一点点长大，一个像我，一个像你爸，怎么可能报错了？别胡思乱想了。父母的反应坦荡而自然，得到父母的确认，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些。晚上，我推开之夏的房门，想好好劝劝她。之夏，我跟爸妈聊过了，我们家不可能发生报错这种事的。网络小说都是虚构的，你别陷进去了。你当然这么说，你怕我回了豪门，你就什么都不是了。你看看这些资料，里面的情节跟我现在一模一样。他们都说家人一开始都会联合起来骗我，不让我走。我拿起那些纸，上面全是各种真假千金小说的剧情截图。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你也不是我的亲姐姐，你们都在骗我，都在阻碍我认祖归宗。那一刻，我看着他狰狞的脸，感到无话可说。第二天，矛盾彻底爆发。你凭什么住朝南的大房间？那本来应该属于我，那本来应该属于我。就因为你是亲生的，所以你们都偏心你。之夏一大早就在我房门口大喊大叫，起因只是我让他把用完的吹风机放回原处。苏之夏，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这个房间是因为我上高3需要安静才换给我的，那时候你才上初中。我不听，这都是借口，你们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。你们毁了我的人生还不够，连一个房间都要跟我抢。够了！之夏，妈妈知道你最近看了些不好的东西，心里胡思乱想，我们不怪你，但我们不能让你这么折磨自己。这样吧，我们今天都请假，一起去医院做个亲子鉴定，让白纸黑字的报告告诉你真相，打消你所有的疑虑。你们不会做什么手脚吧？我们去本市最好的3甲医院，全程你都跟着好不好？在去医院的路上，车里的气氛压抑得可怕。母亲一直在轻声安抚着之夏，向她承诺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对她的爱都不会有任何改变。采血的过程很快，等待结果的时间却格外漫长。我看着父母的一言不发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又酸又涩。他们半生辛劳倾尽所有养育我们，到头来却要用这样一种屈辱的方式自证清白。几个小时后，加急的鉴定报告终于出炉，报告的结果清晰明确，我和妹妹都是他们的亲生骨肉。看见了吧，之夏，之夏可以放心了吧？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。
会这样？小说里都写了，你们这种家庭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他尖锐的声音像刀子一样狠狠插在父母心上。老妈捂着嘴，眼泪无声的滑落，多年疼爱换来的却是如此不堪的污蔑。老爸疲惫地闭上眼，没有多说一个字。他拉着老妈对我说：“我们回家。”从医院回来后，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。之夏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他认定我们全家都在阻碍他回归豪门，不再与我们交流一句。很快，我就在学校的论坛和一些本地的社交平台上看到了一些奇怪的帖子，发帖人匿名，讲述着一个真千金的悲惨遭遇。帖子下面，许多不知情的网友和同学义愤填膺，留言像病毒一样迅速扩散。走在校园里，我能感受到背后指指点点的目光。父母出门买菜，也总能听到邻居们压低声音的议论。我们成了别人口中蛇蝎心肠的恶人。我拿着手机和父母一起推开了之夏的房门。之夏，把这些帖子删了，以前的事儿我们就当没发生过。之夏，你清醒一点，不要再被那些幻想蒙蔽了。我把那份被我重新粘好的鉴定报告放在他面前。删掉？为什么要删掉？他拿起手机，当着我们的面又编辑了一段新的文案。他们又来逼我了，他们急了，他们怕真相被更多人知道。就在我们全家被流言蜚语折磨得心力交瘁时，变故出现了。他找到我了，我爸爸找到我了。我凑过去一看，是一个陌生男人的社交账号私信界面。那个男人自称姓林，是一家跨国公司的董事长。他说，18年前他刚出生的女儿在医院失踪，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寻找。他描述的所有特征都和苏之夏完全吻合。你看，我就知道是真的。之夏整个人都在发光，我心里警铃大作，这一切一看就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陷阱。他在网上发的那些帖子，泄露了他太多的个人信息。之夏，你冷静点，这是个骗子。我急忙劝阻他。他怎么知道你这么多信息的？你是不是在网上都说了？他是我爸爸，他当然知道。他说了，他明天就派车来接我回家。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真的停在了我们家楼下，陌生中年男人走了下来，正是私信里的那个林董。之夏，不能走！他来路不明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老妈哭着死死拉住他的胳膊，老爸也挡在门口。孩子，就算你恨我们，也别拿自己的人生开玩笑啊！我求他看看我们，看看这个他生活了18年的家。可苏之夏只是冷漠地看着我们。你们够了！你们就是怕我走了，没人给你们养老送终，就是见不得我过上好日子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天起，我跟你们这个家没有半点关系了。他指过我们3个人的脸。你们这些穷鬼，别想再拖累我。我以后就是豪门千金，跟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推开我们，拖着行李箱冲向了那个男人。我们站在门口，看着他坐着那辆陌生的豪车绝尘而去，母亲当场就哭昏了过去。之夏走后，家里的天塌了，外界的流言蜚语愈演愈烈，我们一家成了彻头彻尾的反派。我们走吧，把这里的房子卖了，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我们下定了决心，远离这片伤心地。日子渐渐恢复了安稳，我以为我们和之夏此生都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。直到那天深夜，我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，我的心脏猛地一跳，屏幕上只有简短的一句话：“姐，救救我！”没有来电显示，没有第二句话，没有解释和背景，只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粗的4个字。可我认得那个语气，那个称呼，这世上会叫我姐的只有一个人，苏之夏。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久到眼睛发酸。我下意识地想要回复，指尖悬在键盘上方，打了又删，删了又打。我关掉屏幕，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，强迫自己躺下去，闭上眼睛。可脑子里翻来覆去，全是他走那天的画面。他说，我以后就是豪门千金，跟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那时候我站在门口，心里又冷又痛，想着这辈子再也不要管他了。可此刻这条短信让我所有的决心都碎得干干净净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从房间里出来，妈妈已经系着围裙在厨房忙活了。她看见我的样子，明显吓了一跳。婉婉，你怎么了？
脸色这么差，昨晚没睡好？没事，就是没睡踏实。我把手机藏在围裙口袋里，弯下腰假装系鞋带，不让他看见我红肿的眼睛。这2个月，我们搬到这座南方小城来，日子好不容易从那段黑暗里慢慢浮出来。我不能让这条短信再把整个家拖回深渊里去，至少在确认事情真相之前，我不能让他们再疼一次。可我做不到当作没看见。上班的时候，我心神不宁，手机就放在键盘旁边，屏幕朝上。每隔几分钟，我就忍不住瞥一眼，看有没有新消息。上午10点20分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我一把抓起来，还是那个陌生号码。这一次我没再犹豫，直接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快步走到楼梯间，回拨了过去。电话响了很久，我攥着手机的手心全是汗，耳朵紧贴着听筒，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声响。可直到嘟嘟的忙音断掉，那头始终没有人接听。我又打了一遍，还是没人接，始终是无人接听的机械提示音。一种陌生的恐慌从脚底一路窜上来，攥住了我的心脏。我靠着楼梯间的墙壁慢慢滑下去，蹲在地上，深吸了好几口气，才让发抖的手稳下来。然后我给那个号码发了一条消息：你在哪儿？发个定位给我。等了1分钟、2分钟、10分钟，没有回复。我又发了一条：之夏，你看见消息就回我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我们都一起想办法。依然石沉大海，脑子里飞速地转着各种念头。报警吗？可他现在人在哪儿都不知道。一条短信能作为证据吗？我忽然想到一个人，赵敏，我大学室友，现在在我们老家市局的刑侦部门工作。苏苏，稀罕啊！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敏敏，我遇到大麻烦了，你得帮我。我把事情从头到尾给他讲了一遍。我讲得很快，但每一个细节都没漏。你说的那个姓林的，全名叫什么？他自称林德明，说是跨国集团董事长，但没给全名，只说了姓林，让之夏叫了林董。车牌号你记得吗？当时太乱了，我没注意，但我记得是黑色轿车，老款的，看上去像租的车，因为车身有点脏，不像有钱人开的私家车。你妹妹在网上发的那些帖子还在吗？应该还在吧。那段时间我看了就难受，后面搬了家就没再翻过。你把链接发我，我来查。苏苏，我得跟你说实话，你妹妹这种情况不像简单的家庭矛盾，这伙人很可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诈骗团伙，专门针对心理脆弱和家里有矛盾的青少年下手。你先别急，我这边马上安排人手查那个林德明和那辆车的线索。你把那条短信截图发我，作为备案依据。然后我回到工位上，整个下午都坐立不安，每隔10分钟就刷一次手机。同事跟我说话，我也心不在焉，脑子里全是各种可怕的画面。傍晚5点半，赵敏的电话终于来了。苏苏，你坐稳，听我说。她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实。你妹妹这事儿比你想的严重得多。我先说网上的帖子，你妹妹最开始发的那几个帖子，发布 IP 地址显示的是你们家所在的那个区，时间大概在亲子鉴定之后第3天到第5天，但从第6天开始 IP 地址突然变了，变成了隔壁市一个叫柳树湾的村子，而且那个 IP 从那以后就再没变过。可他后来明明还在家里住了好几天，他跟着林董走的。问题就在这儿，如果帖子后面不是他发的，那就说明他的账号在离家之前就已经被人控制住了。你记不记得他当时说，那个林董在社交账号上私信他，那伙人很可能通过私信给他发了什么链接，点了之后账号就被盗了。他们用那些帖子继续巩固你妹妹的真千金深涉，让她越陷越深。那之夏发帖骂我们的时候，到底是他自己发的，还是别人发的？最开始应该是他自己发的，那时候他还在气头上，被洗脑的厉害，发泄情绪很正常。但后来那些骂得越来越难听、越来越离谱的，以及那些编造你们虐待他的细节的，多半是后面有人教的。通过让他持续攻击你们，加深他的负罪感，让他不敢回头找你们。这招叫社会支持切断，是很多传销和诈骗团伙惯用的手法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想起之夏发帖那天晚上歇斯底里的喊：你们都在骗我，都
再阻碍我认祖归宗。那时候他的眼睛是红的，但眼底有一种笃定的光，那种光不是谎言，是他真的相信了。我查了那个叫林德明的，全国工商登记系统里查无其人，什么跨国集团董事长，纯属虚构。但是，这人在3个省都有案底，用的都是同一种手法。先在社交平台上锁定目标青少年，通过私信建立信任，编造一套你是豪门姨母或者你是有特殊使命的人之类的故事，把人从家里骗出来。骗出来之后先给点甜头，然后控制人身自由，利用他们去骗更多的钱或者更多的人。团伙作案，分工明确，反侦查意识很强。那他现在用的那辆车和那些名牌，全是租的。骗你妹妹的那一周，他租了一辆豪华轿车和一套高仿的名牌行装，总共花了2万块不到。骗到一个目标，收益至少是这个数的几10倍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那之夏现在在哪儿？你查到他的定位了吗？正在查，给那个号码做基站定位需要时间，而且如果对方有反侦查意识，很可能用的是不记名的流量卡，定位精度会受影响。但根据 IP 地址和电话信号的初步交叉比对，基本可以确定他就在柳树湾那一带。那个村子很偏，进村只有一条路，往外逃不容易。苏苏，你妹妹能给你发求救短信，说明她还没有被完全剥夺通信自由，这是一线生机。但她处境确实危险，拖一天就多一分变数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马上回去，我现在就买票，今晚到。你别一个人冲动，我先带人过去摸一下情况，你到了联系我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办公楼的走廊里，心里的恐惧和愤怒拧成一团。我没再多想，直接请了2天假。走之前，我给妈妈发了条微信，让他们别担心，我一个字也没提之夏的事儿，他们经不起第2次了。晚上11点，我到达老家火车站，赵敏穿着一件黑色夹克站在出站口等我，看见我就快步迎上来，干脆利落地接过我的小行李箱。走，车上说。我跟着他钻进一辆不起眼的白色轿车。你妹妹的手机定位刚才出了结果，基站信号显示就在柳树湾村中心那一带。那个村不大，几十户人家，多数是留守老人，外来人很少。他那个号码的信号强度一直稳定，说明他人就在那儿，没有被转移。那林德明也在那儿？大概率。根据他以前的作案规律，他会把被害人控制在自己眼皮底下，方便随时操纵。而且柳树湾离市区40多公里，偏僻安静，不容易引人注意。你看看这个。我展开来看，是几份案件的摘要。林德明过去5年，分别在3个省份用类似手法作案6起。所以我说你不能一个人去，这伙人手里可能有刀具，你贸然冲进去就是送人头。我已经跟队里报备过了，明早天亮之前我带你过去，先在村外围蹲点，确认情况之后通知增援。回到旅馆已经快12点，赵敏给我开了个房间，让我先休息，说凌晨4点集合。我躺在那张硬邦邦的床上，脑子里一刻不停地转，如果之夏正在挨打怎么办？凌晨2点17分，手机屏幕猛地亮了，我一把抓起来，还是那个陌生号码，这次是一段更长的文字。姐，我不敢打电话，他们就在隔壁屋，我偷偷用备用机发的。我被关在柳树湾村里，林德明根本不是好人，他让我骗人，我不干他就打我。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快来救我，求你了。我马上来，你躲在房间里别出声，把门锁好，我到了给你发消息。然后我截了图发给赵敏。别动，你在旅馆等我，我们正在准备装备，10分钟后出发。可我没听他的，我套上外套，揣了手机、钱包和充电宝，轻手轻脚地溜出旅馆。前台的大爷趴在桌子上打盹，我侧身从玻璃门缝挤了出去。凌晨2点的街道空无一人，我站在路边拦了快20分钟，才等到一辆出租车。这么晚了，姑娘去哪儿啊？柳树湾，我妹妹在那儿等我，麻烦您开快点。车出了市区之后，路灯越来越少，两旁的建筑从楼房变成矮平房，又变成黑黢黢的田野。姑娘，前面就是柳树湾了，我再往前开几百米就得掉头，那里面路太窄，车进不去。水泥路渐渐变成碎石子路。
行，您就在村口停吧。我下了车，寒风猛地灌进领口。姑娘，这村子晚上不太平，有什么事儿赶紧打110啊！我点了点头，等他的车尾灯消失在来路的拐角，才转过身，深吸一口气，迈进了村子。我尽量把脚步放轻，贴着墙根走。我按着手机地图的定位，绕过2条巷子，终于看见了那栋目标建筑，一栋3层的白色小楼，比周围的房子高出一截。院子里停着一辆黑色轿车，正是那天接走之下的那辆。铁栅栏门虚掩着，院墙顶上缠着生锈的铁丝网。我蹲在对面巷子的暗角里，掏出手机给之夏发了条消息：我看见你所在的那栋楼了，我就在院子外面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回复来了，他在楼下客厅，还有一个男的在2楼走廊。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了，门是反锁的，但他们有钥匙。姐，你别进来，他们很凶的。我刚想回复，忽然2楼传来一声巨响，像是什么东西被砸碎，紧接着是之夏撕心裂肺的哭喊声：我不干！我说我不干！你们放我走！吃老子的，住老子的！现在让你干点活就哭爹喊娘，你是不是忘了？你是从哪个穷家出来的？回了豪门就得听豪门的话，你以为你有的选？那一刻，我脑子里所有的理智都断了线。我从暗角里冲出来，一把推开铁栅栏门，门没锁，吱呀一声敞开了。我3步并作2步冲上楼梯。2楼的走廊很窄，我一脚踹开了那扇门，屋里的景象让我心脏骤停。之夏看见我的那一瞬间，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似的。姐，角落里还坐着一个年轻男人，听见动静，随即慢悠悠地站起来，手伸进了卫衣口袋。林德明转过脸来，认出是我，随即变成一种令人作呕的狞笑。哟，又来一个！你们苏家是送人头上瘾还是怎么的？你妹妹不要你们了，你上赶着来送！我浑身都在抖，可声音却出奇的稳。我往前迈了一步，挡在之夏前面。林德明，我已经报警了。10分钟前，我把定位发给了我朋友，他是市局刑侦部门的。你现在放人还来得及。小丫头片子，唬谁呢？你一个人摸过来的，报什么警？既然送上门了，那就一起留下吧，正好缺个帮手，你们姐妹俩凑一对，业务量翻倍。角落里的年轻男人也动了，从卫衣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叠刀。林哥，这妞够倔的，一个人敢闯进来，绑起来再说。我的后背紧贴着墙，手心全是汗，目光飞快地扫过房间，窗户紧闭，门被那个年轻男人堵住了。茶几上有一把水果刀，但离我太远。我的脑子里飞速转着各种脱身的办法。就在林德明扬起皮带的那一瞬间，楼下院子里忽然传来刺耳的刹车声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，整栋楼已经被包围了，所有人双手抱头，慢慢走出来。赵敏的声音从楼下传来：苏之晚，你在楼上吗？别动，我们马上上来。林德明反应过来，猛地转身扑向窗户，想翻窗逃跑，可2楼窗户外焊着防盗网，他拼命掰了2下，纹丝不动。楼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几个警察冲上了2楼，上前把林德明从窗台上拽下来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没犯法，没犯法啊！非法集资、诈骗、故意伤害，桩桩项项够你喝一壶的。又转头看向门口那个年轻男人，把刀放下，慢慢蹲下。那年轻男人识相得很，把折叠刀往地上一扔，双手抱头蹲在了墙角。赵敏最后一个上来，他快步走到我面前，确认我没受伤，才松了口气。你可真行，让你等我偏不等。幸亏我们提前出发了10分钟，不然你就给人堵屋里了。我张了张嘴想解释，可膝盖一软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对不起爸妈。他的胳膊细了一圈，别说了，姐来了，没事儿。整栋楼被彻底搜查了一遍，又在楼下那间房里堵住了另外2个同伙，一个负责管账，一个负责运营网上的账号。警察把林德明和那个年轻男人押下楼。赵敏带队清点物证的时候，我看见茶几下面压着一张纸，纸上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：我想回家。是之夏的笔迹，但墨迹已经模糊了。
我没忍住，偏过头去擦了擦眼睛。之夏被送上警车的时候，几乎站不稳，他的脚踝上一圈青紫色的淤痕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赵敏安排了一个女警陪他坐在后座，我坐在前排。回市局的路上，之夏一直没说话，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怯懦和羞愧。瓶盖拧了好几次都没拧开，我伸手过去帮他拧开。有些话现在不适合讲。到了市局，赵敏安排了一间安静的询问室，我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等着，手里握着一杯已经凉透的速溶咖啡。我盯着询问室紧闭的门，一颗心悬着放不下来。笔录做了将近3个小时。之夏出来的时候眼睛肿得像核桃，走路还是有点跛，但精神比刚才好了一些。赵敏把我叫进办公室，关上门，把笔录的大致内容跟我说了一遍。我坐在椅子上听着那些细节，指甲掐进了掌心。之夏说，被林德明带走的第1周，确实过了几天好日子。林德明带他住了一家4星级酒店，给他买了2套商场里挂着吊牌的名牌衣服，请他吃了顿2000多块的日料。那几天他完全沉浸在真千金认祖归宗的剧本里，觉得自己终于熬出了头。到了才发现那栋3层小楼又旧又破，跟豪宅2个字差了10万8千里。他开始觉得不对劲，但林德明的态度忽然变了。你爸妈不要你了，你回去也是被人戳脊梁骨，只有我能收留你，你得听话。你以为豪门千金那么好当的？你先帮爸爸做点事儿，以后有的是好日子。起初是让他拍视频，按照写好的稿子念：养父母虐待，花钱串通虐待，花钱串通医院，伪造亲子鉴定。后来账号做起来了，有了一些粉丝，林德明开始让他直播，在直播间里哭穷卖惨收礼物，甚至有几次林德明远程指挥他，让他私信加一些看起来很有钱的粉丝好友。之夏说他一共骗了3个人，加起来大概24000多块。每一笔钱转过来的时候，他都觉得恶心，可他不敢停，因为林德明会打他皮带。看到这个头像了吗？按我说的做。前2天林德明让他去骗一个15岁的小女孩，女孩对他很信任。林德明说想办法把她约出来线下见面，到时候交给经纪人处理。之夏说他那天晚上失眠了，他躺在2楼那个闷热的房间里，看着女孩发来的自拍照，圆脸大眼睛，笑的时候露出2颗小虎牙，跟当初的自己那么像。他忽然就哭了。之夏，多吃点这个。妈你也吃。想起爸爸早上出门前走了啊。你看，这里应该先算括号里的。之夏，别走！我那天晚上躲在被子里哭了一整夜。我想回家，特别想。可我做了那么多错事，发了那么多帖子骂他们，他们不会原谅我了。可后来林德明逼我去骗那个小妹妹的时候，我实在忍不住了。我偷偷藏了一部旧手机，等他们睡了，我偷偷开机买了张流量卡，才敢给我姐发短信。赵敏把这些讲给我的时候，我的眼眶热了又凉，凉了又热。我坐在那张办公椅上，2只手交握在膝盖上，指节攥得发白。我想象着之夏在深夜里蜷缩在被子里给我打字的样子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，疼得喘不上气。他涉及的那几笔诈骗金额我们核实过了，都是被胁迫的，而且他主动提供了线索，配合抓捕，属于立功情节。后续走认罪认罚程序，大概率是缓刑或者不起诉。林德明那伙人，非法拘禁加诈骗加故意伤害，数罪并罚，至少15年起底。你放心吧。我点了点头，嗓子眼发紧，说不出话来。赵敏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没再多说，起身去忙别的了。那天下午，我带着之夏从市局出来。走吧，先回旅馆洗个澡，然后我们去买票。他抬起头来看我，眼眶还红着。买票？去哪儿？回家，爸妈在的那个家。之夏的眼泪又涌出来了。他拼命点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车上他一直攥着我的袖子，攥得紧紧的，像是怕一松手我就会消失一样。我没抽开手，任由他攥着。即当天傍晚，我们坐上了去南方小城的高铁，5个多小时的车程。之夏靠在我肩膀上睡了大半程，他的呼吸很浅，偶尔会猛地抽一下，像是梦里还在害怕。我侧头看着他睫毛上未干的泪痕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事。
他4岁那年发高烧，爸妈加班不在家，我那时候才7岁，慌得不行，背着他走了2站路去医院。后来爸妈赶到医院，妈妈抱着我们俩哭了一场。窗外的风景从北方的平原变成南方的丘陵。姐，还有多久？快了，再1个小时。又闭上眼睛，但手依然攥着我的衣角没松开。晚上8点多，高铁到站了，我和之夏拖着简单的行李走出出站口。南方的晚风潮湿温润，裹着桂花的香气。这边的空气真好闻，春天的时候更好闻。楼下那条街全是栀子花。我带着他往公交站走，走了2步又停下来。之夏，待会儿见到爸妈，什么都不用多说，你只要叫一声爸妈，剩下的慢慢来。他们等了你2个月了。之夏的嘴唇抖了抖，用力点了点头。我们坐公交车到了小区门口，那是一个老式的小区，绿化很好，路两旁种着高大的香樟树。带着之夏走到单元楼下，他忽然停住了，2只脚像钉在地上一样迈不动。我回头看他，他的手攥着行李箱拉杆，指节泛白，整张脸都绷紧了。姐，我不敢上去，爸会不会把我赶出来？妈会不会哭？我让他们丢了那么大的人，我在网上骂他们，我不会。我走回去，握住他冰凉的手，他们不会赶你，你要相信他们。我掏出钥匙打开家门，玄关的灯亮着，空气里有饭菜的香味。婉婉回来啦，你不是说出差吗？这么快？他的声音忽然卡住了，厨房里的锅铲啪嗒一声掉在地上，妈妈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定在原地，她的手慢慢抬起来，捂住了嘴，之下扑通一声跪在了玄关的地砖上。妈，她的嗓子哑得像砂纸。妈，对不起，我回来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跟你们说那些话，我不发帖子骂你们，我不该跟那个人走。妈妈愣了2、3秒，然后像从梦里惊醒一样冲过来，一把将之夏从地上拽起来，搂进怀里。她抱得那样紧，紧到之夏的背都弓了起来。妈妈一句话也没说，可哭声从她喉咙里溢出来。爸爸从书房里走出来，站在客厅和玄关交接的地方。我不该说你们穷。妈，我不该说那些话，你们才不是穷鬼，我混蛋。回来就好。然后慢慢的、缓缓地抬起了手，落在之夏的后脑勺上。我站在玄关的鞋柜旁边，看着这一幕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我没有出声，伸手把行李箱拉进来，轻轻关上了门。那天晚上，他坐在桌边，低着头，一口一口扒着碗里的饭。妈妈一直给他夹菜，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。楼下菜市场的莲藕很新鲜。邻居家的老太太养了一只叫豆豆的泰迪。爸爸的新工厂门口种了一排三角梅，开得很好看。每一句都在告诉之夏，这个家你随时可以回来，这里永远有你的碗筷。爸爸坐在对面，默默地喝着酒。他平时不怎么喝酒，那天晚上破例倒了小半杯白的。饭后，之夏主动收拾碗筷去厨房洗，妈妈在后面追着说：“我来，你坐着歇会儿。”妈，你歇着，我洗。我学过了，我会洗。他站在水槽前，认认真真的刷碗，侧脸被厨房的暖光映着，瘦削的下巴上还带着一点没擦干净的泪痕。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他，他回头冲我笑了一下，眼睛肿着，嘴角还破了皮。天晚上，之夏睡在了他的小房间里，他的东西我们走的时候一样都没扔，全都打包带过来了。他看见那个笔筒的时候又哭了。我坐在他床边等他哭完，伸手把他乱糟糟的头发拨到耳后。明天带你去附近转转，这边有个湿地公园，周末很多人去放风筝。姐，你陪着我睡好不好？我怕做噩梦。我把拖鞋一踢，躺到他旁边，他立刻往我这边挤了挤，把脑袋搁在我手臂上。姐，我以后会对你好的，对爸妈也特别好。我跟你保证，我再也不犯浑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知道。睡吧，明天再说。他闭上眼睛，呼吸渐渐变得绵长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迷迷糊糊地嘟囔了一句：“姐，谢谢你来救我。”小火，油温别太高，在边边上焦黄了再翻。
之夏手忙脚乱地翻了个面，蛋破了，蛋黄流了一锅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悄悄推到我面前。苏之夏，你就拿这个糊弄你姐？那我下次一定煎个完美的。爸爸坐在对面低头喝粥，但我余光瞥见他嘴角弯了一下。之夏开始学着跟妈妈学做饭，最开始的一周简直是灾难现场。没事没事，第一次这样已经很好了。之夏不气馁，拿个小本本认真的记火候和调料比例。妈，这个步骤我记下来了，接下来呢？傻丫头，看仔细了。4周，他端出来一锅红烧肉，颜色红亮亮的，泛着油光。我尝了一块，肥瘦相间，软烂入味，竟然真的不错。他站在旁边，眼巴巴的看着我嚼完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淡了点儿，下次多放半勺盐。之夏立刻垮了脸，明明正好。但还是掏出小本本，认真记上了多放半勺盐。他也开始去爸爸的工厂帮忙。之夏去了之后，主动揽了整理文件和接电话的活，坐在办公室角落里，对着电脑学做表格。这个报表的逻辑啊，你得这么看，上个月的产量和这个月的对比。他频频点头，时不时拿笔在本子上记。小苏，这个表你能不能帮忙看看？那个曾经张牙舞爪的妹妹，真的在一点一点的变了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们一家4口去湿地公园。南方的秋天来得晚，11月份了，还有大片的绿色。妈，你看那个花，紫色的，好漂亮。妈，我要吃那个糖葫芦，山楂的。妈妈笑眯眯地给她掏钱，转头跟爸爸感慨。这丫头还是这么爱吃零嘴儿。我走在后面2步远的地方，看着前面3个人的背影。这2年，妈妈鬓角的白头发多了不少，爸爸的腰板也没以前那么直了，走路的步子慢了一些。可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交叠在一起。回来的路上，之夏忽然从后面追上来：“姐，我下个月想去报个班。”“什么班？”“会计，我想考个证。”爸厂里那个财务姐姐跟我说，以后正规厂子都得有持证会计。我爸那个厂子迟早要请人，我想着要是自己能考下来，就能帮爸省一笔钱，还能干点正事儿。他脸上还带着前几天被林德明打出没完全消退的淤青。我伸手在他脑门上弹了一下。行啊，出息了，报吧，学费姐赞助一半。真的？那说好了，我到时候考过了请你吃大餐。你先煎个完美的荷包蛋再说。哎呀，姐，你老提那个，我后来不是煎的挺好的吗？我们一路说笑着走回家，之夏蹦蹦跳跳的跑去按单元门铃。姐，快点儿，妈说今晚做水煮鱼。我快走几步跟上他，电梯门合上的时候，我们俩靠在电梯壁上对视了一眼，他咧嘴笑了，我也笑了。那天晚上，之夏又溜进了我房间，他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把信封往我手里一塞。我帮爸厂里整理文件，发了个月工资，还有之前赵明姐那边帮我追回来的钱里分到我手里的，就这点儿。姐，你拿着，上次你请假回去救我，工资肯定扣了不少，这钱你补上。还有以前我说你抢我的房间，说爸妈偏心你，我那些话太混蛋了。我知道这点钱什么都买不回来，可这是我正经上班挣的，干干净净的。你拿着，我心里好受一点。行了，钱你自己留着，以后好好上班，好好过日子，就是对我最好的补偿了。我伸手把信封按回他怀里，声音尽量轻松。你姐不缺这点钱，缺的是一个不捣蛋的妹妹。之夏愣了一下，然后扑哧笑出来。我以后再也不捣蛋了。那行，这话我记住了。回去睡吧，明天不是还要去厂里？姐，晚安。晚安。门关上了，我靠在床头，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圆圆的吸顶灯，忽然笑了一下。窗外的夜色温润而漫长，有虫鸣声远远地传进来，混着隔壁房间里之夏哼歌的声音。我伸手关了灯，黑暗里那些曾经沉重的、撕裂的、疼痛的东西，终于像春雪一样慢慢的融化了。手机忽然亮了一下，赵敏发来一条消息。
林德明按一审判决下来了15年，另外2个从犯分别7年和3年。妹妹涉及的诈骗部分，鉴于她是被胁迫且主动提供线索配合抓捕，从轻处理了，走完认罪认罚程序就可以，不涉及刑事处罚。放心了吧，我回了一个呲牙笑的表情包，必须请你吃饭大餐。赵敏秒回，得了吧你，把你妹妹看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。行了，不聊了，值班呢。我把手机放到床头柜上，翻了个身，把被子裹紧了一些。隔壁房间的哼歌声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均匀的呼吸声。我闭上眼睛，嘴角不自觉地弯着。窗外南方小城的夜风吹进来，凉丝丝的，带着桂花残留的甜香。我知道明天早上醒来，厨房里还会有妈妈忙碌的声响，爸爸会坐在餐桌前看手机新闻，之夏会赖床到最后一刻，然后慌慌张张地冲出来叼一片面包。日子会继续这样平凡而温热地流淌下去，没有什么豪门的戏剧，没有真千金的狗血，只有一家人齐齐整整地坐在同一张桌子前，